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冲突已持续800天，双方在过去1天里都公布了最新战果。俄罗斯方面称，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持续推进；乌克兰方面则表示，击落了俄罗斯数架见证者无人机。就在战事焦灼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表示，乌克兰将在2025年发动新的反攻。乌克兰的反攻行动为何由美国代为宣布？今年底将举行的美国大选又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势？来看看报道。 冲突超800天，俄乌对于战场形势描述仍说法不一。俄罗斯方面表示，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4枚美国制造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乌克兰则称，乌军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瞄准了俄军的一个军事训练区，造成上百名俄军士兵伤亡。美媒商业内幕指，无法证实乌军的说法是否准确。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是美国陆军从1984年5月开始研制的近程战术弹道导弹，属于第4代战术弹道导弹，也是目前美国唯一装备的战术弹道导弹，可以携带650公斤的战斗部，射程为165至300公里，最大弹道高度50公里。 乌克兰一直想要获得这款武器，主要用于打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的目标，以摧毁俄军的后勤补给。 但此前，美国并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原因之一是美国自己也没有多少库存。美国政治新闻网此前透露，生产这款武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过去20年里生产了大约4000套各种配置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其中一些已经出售给了盟国。而美国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消耗了约600发。法国24新闻台则认为，远程的陆军战术导弹 系统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深处的目标，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因此，去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射程为165公里的短程版本。上个月，《纽约时报》称，作为3月份的一项3亿美元的援乌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已经秘密向乌克兰输送远程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在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深圳卫视注意到，沙利文着重强调了该款导弹只能在乌克兰境内使用。We've already sent some. We will send more now that we have additional both authority and money. 但美军秘密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能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多大作用，受到质疑。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席专家古塔斯夫·格雷塞尔分析，这款导弹使用 GPS 制导，而俄罗斯有非常高效的抑制信号的手段，可以对导弹的精度进行干扰。 也有分析指出，俄军的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对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具备有效的拦截能力。此外，这款导弹的最大痛点仍然在库存上，就连美军都是用1枚少1枚的情况下，乌克兰想要用它逆转战场局势，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随着美国上个月通过了一项近61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美国总统拜登还动用行政权批准了一批价值10亿美元的援乌武器，包括沙利文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预期，近期的援助至少能帮助乌克兰坚持到明年初，也就是拜登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后。 沙利文还放话称，乌克兰或寻求在明年发起新的反攻。英国《金融时报》指，沙利文此番言论是白宫对如果拜登成功竞选连任后，俄乌冲突将如何演变的最清晰表述。不过，美国大选仍存变数，拜登目前的民调落后于对手特朗普。对援乌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不久前再次强调，一旦上任，要尽快结束这场冲突。新的这个援助的这个装备呢，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根据各方的预判呢，2024年可能对于这个乌军来说呢，还是一个主要是防守的年份。沙利文在这个时候去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呢，实际上是我觉得是美国国内的战略精英在改变他最初的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作为一个短期冲突的这样一个早期预判，重新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冲突，一个长期的这种需要动员美国和盟友资源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去准备。
俄罗斯方面则宣布，为了应对西方挑衅，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已经开始准备在不久的未来举行一次非战略核武器演习。俄罗斯国防部称，在此次演习期间，俄南部军区将展开练习一系列涉及准备和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活动。所谓非战略核武器，指的是战术核武器。美方曾预估，截至2020年初，俄罗斯拥有约6370枚战略和战术核弹头，其中1570枚战略核弹头处于现役部署状态。新加坡联合早报指，此轮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一再警告核风险不断上升，但美国官员也说，他们没看到俄罗斯的核态势发生任何变化。此外，6号，俄罗斯再公布一批通缉人员，包括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克里姆金、最高拉达前议长格罗伊斯曼和前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就在2天前，俄罗斯宣布通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总统波罗申科、陆军司令帕夫柳克等多名乌克兰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根据俄媒的说法，通缉依据的是俄罗斯刑法典，但依据的具体条款尚未透露。俄国家杜马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席奥斯塔尼娜就此评论称，很明显，泽连斯基等人被指控是因为基辅政权的整个政治领导层都是非法的。有观察指出，非法二字是理解俄罗斯此番通缉的关键词，这与乌克兰国内当前可能面临换帅形势有关。它的实质意义应该说并不大，因为这个真要想把这几个人抓起来，那得等这个真正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完全结束、完全胜利了，它才有可能。俄罗斯再向这个外界表示，在这个泽连斯基的政府全面变更之前，这个不可能和乌克兰进入这个和谈的状态。乌克兰总统选举原计划在3月31号举行，但因战时状态未能如期进行，而泽连斯基的本届任期将于5月20号结束。俄乌冲突旷日持久，乌克兰内部在战与和、如何战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复当初，能否重新当选存在变数。泽连斯基的支持者认为，5月20号后，泽连斯基可以担任代总统，直至下一次选举。但反对者认为，乌克兰议会议长应该成为代理总统，而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2014年，乌克兰国内发生骚乱，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遭到解职并逃离乌克兰，时任议长土耳其诺夫成为代理总统。此后，他将权力移交给总统选举的获胜者波罗申科。目前并不清楚5月21号起乌克兰政坛会呈现何种面貌，但分析人士指出，包括这次对泽连斯基发起通缉在内，预计俄罗斯未来将采取各种手段放大对泽连斯基合法性的质疑。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从俄罗斯外长到总统新闻发言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再到媒体，俄罗斯方面一直紧盯乌克兰的选举问题不放。俄外长拉夫罗夫就直言，随着泽连斯基原定任期的结束，俄方可能不再承认他为乌克兰领导人。分析认为，尽管俄罗斯多次表示不惧怕冲突持续进行下去，但尽快结束冲突，防止再次陷入阿富汗战争的历史泥淖，仍是莫斯科当前的战略最优解。而在此时，乌克兰内部换帅无疑将为改变当前战场上的拉锯状态，甚至结束冲突提供契机。换言之，即便不能把主战的泽连斯基换掉，利用选举激化乌克兰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分散乌方在战场上的精力，对俄罗斯也是有利的。由此来看，炒热泽连斯基任期结束的背后，隐藏着莫斯科一系列战略战术考量。